嗨，各位好。那本期呢，继续讲一下呢机床仿真的设定。那首先的话，做机床仿真呢，我们就是要有机床的 3D 的模型的一个图档。可是我们会把这个图档呢做简化，因为如果说用现在看到的图呢来做仿真设定的话呢，第一个是在仿真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占机电脑的大量的资源，然后第二个可能是动起来呢，可能会呢比较不方便。那所以呢，我们会把机床呢，简化成第二种形态，好，就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形。那我们简化到这种形态的时候呢，在做仿真设定的时候，我们就要定义呢什么叫做 x，什么叫做 y，什么叫做 z 轴，以及呢我们的这个旋转就是我们讲的主轴，这些呢我们都要单独的呢把它呢定义出来。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我们机床模型简化完之后，我们必须呢给它呢移动至我们的 NX 的世界原点，而且呢，机床的运动的实际上的情况，必须呢调整成是跟 调整跟 NX 的世界原点是一样的，比方说 XC 就是往右，YC 就是朝前，然后呢 ZC 就是朝上这样子。那这样子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三阶段。好，第三阶段的话呢，就是我们必须呢把它整理出来。好，整理成呢就是说呢，每一个都是单独的一个组件。好，比方说 B 轴、C 轴，然后呢包含整个的基座，然后包括 BC 轴的基座，然后呢主轴，然后 X、Y、Z 这样子。那我们把这些呢都条列分解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呢进入到机床仿真的一个设定。那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怎么把机床呢做简化，然后呢以及怎么把它做变成这种目前的主力元件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呢另外再录一个影片。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到应用模组里面，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机床建构器。好，当你进入到机床建构器的时候这个地方它会多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机床建构的一个导览器。那这边呢会跟你讲说目前没有名字，那我们这边呢就赋予它一个名字。你可以点击它，等一下会变成蓝底白字。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可以呢依照档名直接去打。那这个档名有个好处就是后面的话可以用复制贴上的因为后面相关的设定其实蛮多的，所以会建议就是说档名跟一些呢基本上就尽量让它是重复性的，然后用复制贴上。那这个地方你写小写，然后你按下 Enter 之后它也会自动变成是一个大写，所以这地方呢其实就是不要在意说什么大写小写的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看右键插入，好，那我们这边呢，首先是要选一个基座，这个基座有包含什么？就是包含了 X、Y、Z、B、C，还有一个 spindle，就是主轴，好，所以我们呢先新增一个，那这个可以用内地名字没关系，好，这个呢就用 machine base，那这个机床00点，看你要用它的原点的原始坐标，还是你要设在这个主轴端面上面都可以。因为这个等一下是要赋予了我们 x y z 轴的一个方向，那一般我们都会设在主轴的这个端面这个点这边，那这个呢，等会设轴向的名称就会叫做 machine zero，然后这边有个 junction 这样子，好了之后我们这边呢选一下几个物件，这就是我的本体，好，所以这地方呢我就设定一个呢machine base，那这个 machine base 底下有什么？有 Z 轴，所以我就可以按插入选一个啊、机床元件，好，那这边我可以打选一个 Z 没关系，好，这边我可以选一个 Z 轴，然后接下来的话这边没有分节点也没关系，因为我可以不用选，因为我只要一个 Z 而已，好了之后我看一下确定，好，所以这边就会有个 G，那 G 轴下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旋转轴，就是有一个主轴，就是 spindle。那我这边的话呢，就可以选择一样是机床元件。那机床元件的话，我可以选择是这个。
好，那我可以选择一个 S，好，那这个地方记住要选一个，它就是属于一个刀具安装的一个位置，这样子。那在刀具安装这边的话，要特别去注意一点，NX 在刀具安装这边一定要再设立一个分类的一个连接给它，所以我们先点选进去，好，那我们拿移动到上面来，然后这是 NX 它内建的一个内定值，我们的力轴一定要朝前，好，然后呢 X 轴一定要朝上。这样子，好，这个是呢，在机床仿真上面呢、它在设定的时候，它一定得要这样强制的去设定它，好，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给它一个就是主轴的一个名称会比较好听，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打一个叫做 Spindle，SPINDLE，这样子。然后呢，连接名称这地方记得要打 S，因为如果做到那个我们后面讲的 GM 码的时候，对不对它会去抓这个名字，好，所以这个名字最好打简易一点，这样后面呢比较不会太过于麻烦。然后这个地方记得要去勾这个 device，因为等会我们呢刀具都要装在上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呢将它呢设定好。那这边呢，它就会有一个预显示的这个坐标系，那你可以点它，然后再到空白处，它就消失掉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独立分支出来，好，我们按右键，那我们选择插入机床元件。那机床元件的话，这地方我们可以选择 Y，那我们选择底部这个 Y 轴，那这个地方可以不用设没关系，然后再按右键插入，然后呢机床元件。然后这边选择 X 轴，好，那 X 轴我们选择这一个，然后按下确定，然后接下来呢，一样继续做重复的动作，那这个地方是旋转，所以我们选择 ROY，然后呢给它个下底线，ROY 下底线，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然后好了之后呢就按下确定，好，然后这底下呢又有分，就是呢我的旋转轴，那我这旋转轴名称是 B，我就输入一个 B，然后呢这地方我会给它一个名称叫 B，然后 JCT，因为这个旋转轴已经要自己去定义它，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去定义一下，那我选择 B，然后选择元件是选择这个，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的这个旋转轴的位置。我就定义在这个圆心这个位置，好了，之后按下确定，那这边就会有个暂时预览的，我们用重复的操作，它就会取消掉。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C，继续做，好，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改成一个 C，然后一样选择这一个。那旋转轴的话，我们这边就点选它就自动产生内定值就好。那我们这边呢就不要特别去做什么设定。那在 C 轴这边的话，等会呢我们呢必须得要去再建一个，这上面要放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往下就可以继续去做。然后说我看右键，然后我可以继续呢，插入机床元件，那这边的话呢。我可以设定就是说暂时的，我后面可能我要放什么东西，那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给打勾，那打勾完之后的话呢，接下来它后面要放什么东西都可以，那这地方呢是勾这个设定的一个元件，然后坐标系的话，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也可以，你就是继续呢就是这边呢点选一下，点选一下让它产生，就是跟原本的这个 C 轴是一样的，可是有可能他会跟你讲说名称如果不行的话，这地方呢我们再改一个名字就好。那我们这边先改一下。比方说我们这边可能是会放一个弓箭。然后名称的话就可以随便打。叫 Paramount Junction 这样子。然后好了之后就按确定。好，那接下来的话，这下面的话呢，又会继续再放一些，比方说呢，像是我想要知道，可能它是一进来的时候，它可以呢读一个叫做弓箭啊，或者是说其他等等之类的，那我这边就直接点。
可是这个地方我就没有特别要再去选什么东西了。这地方的话基本上我就不选东西，因为这个是等零件进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载入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好，那我们就选一个 part。那底下还有可能有什么？可能可以把预想得到的呢，我们都把它输入进去。可能还有一个就是素材。那素材的话呢，我们一样呢，就是选择我们的下面可能有的字，它这些啊会去对应到后面编程的时候会去读它的相关属性，这样子。那以及可能还有一个字句。那我们这边的话一样。就可以呢输入一下。字句。那这个地方我也没有特别去选。那我这地方的话一样就是选择我要的东西就好。这可能是放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好之后呢就按下确定。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基本上呢整个的树状结构图。树状结构图呢这样子就可以出来。那我的刀具的部分我们已经定义在这个主轴这边。我们可以先按编辑。那如果说我想让它载入进来的时候，对不对它可以自己呢可以看得到我的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下面再赋予它一个刀把，或者是叫做刀把库。都可以。那我这边的话呢，可以呢假设说我先新增个2只。一样的这边选择这个机床元件。然后名称的话呢，就是打这个。这个名称没有说一定是固定的。只是说呢，打进去之后，对不对会比较是属于原文的意思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设定这个。就是动态刀把的安装的位置。那这地方要比较建议就是说，请输入 T1。因为这个会关系到后面，如果说我们使用 G code 的时候，或者是 M code 的时候，它会抓这个关键字 T1。那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装刀把，我们每一个都要给它一个指定的一个坐标系。那这个坐标系的话，一样是放在上面。那接下来它的这个方向性会变不一样。那这地方也是要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些都是 NX 在机床内定值的时候，对不对它不会，它已经帮你内定好了，所以呢，你的这个方向性呢，其实你要特别的去注意它。比方说你这个地方就是力轴呢，你要朝这个方向，Y 轴你要朝前，然后呢，X 轴你要朝上，跟我们刚刚设定的主轴的方向又不一样。所以这地方呢要特别注意。那下面这边夹持器或者是刀具数这个呢就是呢你的刀号这地方它会自动去读取。那好，这边就按确定。好，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地方可以先用重新命名的。用复制。好，那我接下来按插入，一样是机床元件，然后把它贴上去。然后呢这地方打 T2。好，所以呢，刚刚讲的你每设一个，那你这个地方呢就要再多设定一次这个轴的方向。这个是一定要的。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你刀子装上去位置就是不一样。然后重点是这个也要勾你的这个动态的刀把子装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2号，所以我们这边就给它输入一个2号，这样子。这边输入2号就好，然后你的这个刀具数一样就是1就好，因为你只能装1把。那这边的话一样就是按2，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个呢完整的一个机床建构的一个它的一个我们叫做树状结构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呢有想要这个图形可以做练习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然后可能可以留下你的 email，那我会把这个图档寄给你们，那你们可以按照影片的方式进行呢做练习。那如果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